女友陪初恋过年的那天，我意外的清醒了。然而她不仅没意识到我的变化，反而以为我只是闹脾气，甚至在我主动放弃她后，还质问我为什么不像以前一样爱她了。殊不知，在她和初恋晒着烟花合照时，我早已收到了国外公司的录用信，并默默规划好了没有她的未来。过年那天，我准备了一桌子饭菜，等着柳如烟回来。可柳如烟一眼没看，只是自顾自地收拾行李。她冷冽地开口：“今年我不能陪你过年了。”我一字未发，只是默默地吃着饭菜。跨年的0点，柳如烟的初恋准时发了一条朋友圈，照片里的柳如烟亲密地靠在他的肩膀上，窗外是璀璨而盛大的烟花。配文：他说只要我想，他就可以抛下一切来陪我。我没有再歇斯底里的质问，只是淡淡的点了个赞。柳如烟的电话打来，声音急促又慌张：“你别生气，下一个年我一定陪你过。”我自嘲地笑出声，可惜我们没有下一年了。柳如烟回家时已经是年后了，以前我会在小区门口接她，但这次我没有。柳如烟的消息发来：“你人呢？”我吃着午饭，我随手回复道：“你自己上来吧，我在吃饭。”没一会，我在厨房洗着碗，柳如烟拖着行李箱走了上来，她累得气喘吁吁，看着我的背影说道：“我也还没吃饭，你给我煮碗面吧。”换做平时，我一定马不停蹄地去给她下面，但现在我只是淡淡开口：“我没空，你自己去楼下吃吧。”柳如烟恼火地看了我一眼，但她压住怒火说道：“我知道你还在为过年的事情生气，但你现在能不能别和我闹？我现在真的很饿。”洗完碗，我擦了擦手，我没有生气。柳如烟却不相信，季伯常一个人孤零零的在这座城市，不管是作为什么身份，我都应该去陪他。我淡淡的回应：“我知道的。”柳如烟看着我的眼睛，仿佛要把我看穿。她忽地疲惫地说：“你这样会让我很累，能不能别闹脾气了？”我回望着她：“我没有闹，你不用给我解释的。”柳如烟看着我沉默了半晌，从行李箱掏出了一个飞机模型递给了我。她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淡淡开口：“新年礼物。”飞机模型没有任何的包装，甚至原有的包装有了皱褶，和季伯常在朋友圈里晒的精美包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我没有流露出任何的欣喜，只是客气的开口：“谢谢。”说完后我便没有了反应。柳如烟眼底闪过一丝不喜，她恼怒的问我：“就没了？”我淡然的回复：“没了。”柳如烟的脸色铁青，把手摊开在我面前：“我的呢？”我这才想起抱歉的开口：“不好意思，我忘了，我给你发钱，你自己去买吧。”说着我拿起手机给她转去一笔钱。柳如烟瞳孔放大，像是没想到我会忘记，毕竟每年交换新年礼物是我们的约定，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坚持，每年都会变着花样的给柳如烟买礼物，哪怕有时候柳如烟忘记送我，气氛一下弥漫着尴尬。我抓起了沙发上的衣服，开门准备出去，柳如烟急促的喊住了我：“你要去哪？”我淡然回应：“和朋友出去喝酒。”说完我关上了门，不顾柳如烟的呼喊。和柳如烟在一起以后，因为柳如烟的一句不喜欢我喝酒，我把酒给戒掉了，导致我的朋友个个觉得我扫兴，都知道我家里管得严，酒局从来不叫我，现在终于可以喝个痛快了。酒过3巡，朋友纷纷和我抱怨：“我还以为你有了女人就把兄弟们忘了呢，以后可不许再这样了。”我连连点头保证：“以后你们有局尽管叫我。”随叫随到。和柳如烟在一起以后，我把自己所有的重心都放在了柳如烟身上，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都围着她团团转，却丢失了自己的圈子和朋友。现在想来真是很不明智的选择。我看了眼手机，柳如烟把转账退回了。等回到家的时候，已经是凌晨1点了。我把灯打开，却看见了在沙发上坐着的柳如烟。一时间我感到恍惚，甚至怀疑自己看错了。柳如烟看到喝醉酒的我，没有向前搀扶，而是露出了恨铁不成钢的神情。她嫌弃的开口：“贺强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你吃醋了就直说，喝成这样只会让我更加看不起你。”我的脑袋晕头转向，颤颤巍巍地扶着餐厅的板凳坐了下来。柳如烟闻到了我身上的酒味，微不可见地皱了皱眉：“不是和你说过我不喜欢你喝酒了吗？我和季伯常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，我们现阶段只是朋友而已，你实在没有必要为了他把自己喝成这样。”我撑着头迷离地说道：“你想多了，我喝成这样只是因为高兴。”柳如烟看到我这样，声音不由得尖锐了起来：“够了，我已经给你台阶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你不要挑战我的极限，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，我不是神仙，能无数次的迁就你。”脑袋很胀，听着他的声音更长了。我揉了揉太阳穴说道：“你别激动嘛，我先去睡觉了。”我激动了吗？柳如烟看着我长吁了口气，随后收起脾气起身想要扶我，但我却保留着最后一丝理智躲开了他。我摇摇晃晃地进了次卧，并把门反锁了，丝毫不顾门外柳如烟的敲门声。我沉沉地睡了过去，这一觉睡得异常安稳。早上醒来时，柳如烟一言不发地看着电视，她的脸阴沉得可怕。我知道她生气了，但我也没有去哄，只是洗漱以后就出了门。我去了公司递交了辞呈，之前之所以找这份工作，是为了能离柳如烟近一点，但现在没那个必要了。公司的老总再三挽留，我都坚定拒绝。就在几天前，我递交的国外简历有了回信，我被录用了。这家公司一直是我年少的梦想，但我以前为了柳如烟拒绝了，但幸好现在追梦也不算太晚。辞职以后，我交接着我剩下的工作，打电话告诉朋友这个好消息。朋友听到后替我感到欣喜，沉默了半晌开口：“那柳如烟怎么办？她也一起和你出国吗？”我苦笑一声：“不，只有我一个人。我和她快走到头了。”工作交接完以后，我去准备出国要用的材料。我的父母双亡，国内除了几个朋友就只有柳如烟。以前我觉得柳如烟在哪，我的家就在哪，但现在的我没有家了，我像一个浮萍，飘到哪哪就是家。回到家以后，柳如烟正准备出门，她的妆容精致，穿着一条热裤，修长的腿显得她的身材很好。她的手上提着一个生日蛋糕，我了然于心，今天是季伯常的生日，柳如烟是去给季伯常过生日的。她此时正打着电话，欣喜的开口：“好了，你别猜了，要是我把礼物告诉你，哪里还叫惊喜啊？你就等着我过来就好了。”不知道电话那头说了什么，柳如烟被逗得咯咯大笑，露出了她的虎牙。她简单的一个微笑，在我这里却是罕见的。她一直笑着，却在看见我的那一刻收起了唇角的微笑。她对季伯常有求必应，却吝啬的不愿意给我一个笑容。她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，最后一句话没说，只是厌恶的别开了我。她利落的换着鞋，最后留下了一声门紧闭的声音。我知道柳如烟要和我冷战了，以前我和她也冷战过，无一不是因为季伯常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都会如临大敌的四处讨好她，哪怕她一条信息都不回，我也会热脸贴着冷屁股。但现在我只是在网上搜索着几道外
外国菜，在家里练习了起来。我得先提前适应适应。在床上躺着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季伯常发的朋友圈，我很感恩，兜兜转转你都一直在我身边。评论区是柳如烟闺蜜的评论，感动，看到零幸福我就高兴，我看着点赞。柳如烟的所有闺蜜都给季伯常点了赞。柳如烟的闺蜜一直看不起我，觉得我是季伯常和柳如烟之间的插足者，没有我的存在，柳如烟一定会更幸福。我看着朋友圈柳如烟的评论，不由得感叹柳如烟的闺蜜没有说错。只见柳如烟评论道：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的煽情互动。还有一位柳如烟的闺蜜评论道：别发了，可别让贺强看到了，他那个性格还不得大闹一场。以前我好声好气地提醒柳如烟离季伯常远一点，毕竟是异性，还是要避嫌。柳如烟的闺蜜却说我小气，嘲讽我说我把她管得太死了，连基本的交友权都要剥夺。柳如烟听到后只是默认了她闺蜜的说法，进而指责我说我身为男人要大度一点。我没有如柳如烟的闺蜜所愿，只是默默退出了朋友圈，刷着短视频，在床上睡着了。柳如烟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在熟睡中了，她不满地将我吵醒，大喊着质问：贺强，你女朋友大晚上的在外面，你都不关心一下吗？我闺蜜的对象电话都是打个不停的，而你呢，一个电话也没有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疑惑地看着她，不明白她到底在发什么气。以前我也这样干过。她说我不是满足你控制欲的工具，求你给我一点自由。我快喘不过气来了，现在我不管她，她又质问我没有管她，我彻底不知道她想要什么了。但我没有搬出以前的事情，只是淡淡的回应：你和朋友聚会，我老打电话算怎么回事啊？你和季伯常他们都是朋友，我能有什么好不放心的？柳如烟眼底闪过不可思议，或许她震惊我竟然会这样好声好气的提起季伯常。她随即闪过了然，看着我解释道：那条朋友圈只是一个纪念，没有其他任何的意思，你别多想了。我摇了摇头想要说话，柳如烟却说：那是什么？还是说你觉得我不该去季伯常生日会？他和我都10年的交情了，我们只是短暂的在一起过，现在就是纯好朋友。好朋友过生日，我于情于理都该去。我理解的看着柳如烟，我都知道的，这么晚了，你快回房间休息吧。柳如烟沉默了，她紧盯的看着我，像是要确认我是不是真的没有生气。半晌她没有找到答案，她伸手想要环住我的腰，却被我无声无息的躲开了。我淡淡的说道：你睡主卧还是次卧？柳如烟眼底闪过惊讶，我竟然会拒绝她的亲密接触，以前我可都是求而不得的。柳如烟恼羞的把次卧的门狠狠带上，最终去了主卧。等她走后，我光速的进入了睡眠。自从脑子里什么也不想以后，连入睡都简单了很多。第二天一早，大学的老师给我打来了电话，他不知道从哪知道的，我要去国外了，他说要给我送行，我连忙拒绝，他只好作罢。接着他又说他组了个局，想和班里的同学好好聚聚。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我没有拒绝的理由，却没想到晚上去的时候还有柳如烟。想来也是，毕竟柳如烟也是老师的得意门生。柳如烟的旁边跟着季伯常，没想到连这种同学聚会，柳如烟都会带上季伯常。柳如烟看到我以后，眼神朝我这里投来，示意我坐过来，我都视而不见。他们两个郎才女貌，我还是别向前打扰他们了。季伯常看到我以后，挑衅的笑了，随即他收起挑衅，看着我抱歉的说道：不好意思啊，你们同学聚会我还来凑热闹，都是我太无聊了，如烟才决定带我过来。柳如烟几次开口想朝我解释，却都没有说出口。我礼貌地举起酒杯，老师都不介意，我更不会介意了。说着我低头喝了一口酒。吃饭期间，我的手机消息响个不停，我拿出手机看了看，是柳如烟发的消息，我带她过来只是顺便，你不要多想，如果你介意的话，我下次就不带她了。我滑到最后，消息的最后一条是：等会吃完饭，我们一起回家吧。我清了清嗓子，低头回复道：不用了，你和季伯常一起走吧。我开了车，接着我专注地吃着饭，没有再管柳如烟的消息。一顿饭下来，大家相谈甚欢，都在追忆往昔。老师更是喝红了眼，他在餐桌上站起来，举起酒杯对我说道：想当初你是我最得意的门生，你的梦想也一直是出国留学工作，却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决定留在了国内。停顿了会，他继续说道：但现在幸好啊，你要出国了，你终于可以完成自己的梦想了，老师真为你感到高兴。来，我敬你一杯，祝你一路顺风，仕途坦荡。我感慨地笑道，举起酒杯一饮而尽。此时的柳如烟神情呆滞，像是听到了什么不可置信的消息。老师，你刚刚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出国？柳如烟的话一字一句，老师不厌其烦地解答道：你不知道吗？贺强要出国了，不出意外，这是我们跟他的最后一顿饭了，以后再见可就难了。老师并不知道我和柳如烟的关系，所以对柳如烟不知道并没有感到惊讶。柳如烟听到后眼眶猩红，她不顾一切起身把我拉了出去。我站在墙角，无声地和她对峙着。她先开了口：出国？你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没和我商量过？为什么你没有告诉过我？她的声音颤抖，眼神里带着不可置信和害怕。我这反应过来开口：你说这个啊？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你在陪季伯常过年，我就没好意思打扰你。我的声音疏离又礼貌，一下把我和柳如烟的距离拉远。柳如烟听到后，神色透露着尴尬，却又拉着我的手说：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是你的女朋友，你的事情你应该和我分享。我诧异的点了点头。以前我什么把自己所有事情都事无巨细的告诉柳如烟，柳如烟却不耐烦地说：你的事情我不感兴趣，不要发这种废话，来占我手机的内存。柳如烟微不可见的叹了口气，沉默半晌，她问道：要去多久？我想了想，还是骗了柳如烟，可能1年左右。本来这件事情也没打算让她知道，今天只是个意外。柳如烟诧异的开口：这么久？我低着头默认了，气氛变得紧张了起来。柳如烟忽地叹了口气，她看着我说道：等会儿我们一起回家吧。柳如烟说完后，眼神闪着亮光，期待着我的回应。我刚想拒绝，季伯常从包厢里走了出来，他用迷离的眼神看着柳如烟，因为喝醉酒，所以整个人倚靠在柳如烟的怀里。柳如烟小心翼翼地看了眼我的反应，想伸手把季伯常推开，却怎么也推不动。
他慌张地开口解释道：“他喝醉了，平时我们没有任何肢体接触的，本来没有什么。”他一解释，反而显得欲盖弥彰了起来。我表示理解的点了点头，我都知道的。季伯常醉醺醺地开口说道：“如烟，我头好晕啊，你送我回家好不好？”他说话的酒气喷洒在了柳如烟的脖子上，柳如烟却没有任何躲闪，只是闪过一丝无奈。柳如烟分明说过她不喜欢酒味的，但如果是季伯常好像就没事。柳如烟没有回应季伯常，反而看向了我：“你等我一会儿，我给他叫个代驾，然后我们就一起回家，好不好？”还没等我回应，季伯常又在柳如烟的怀里哼唧了几声，他依恋的用头蹭了蹭柳如烟，动作看起来无比熟练。看到后，我淡淡的开口：“不用了，他看起来很需要你，我自己回家就好了。”柳如烟还想说什么的时候，我起身和老师同学告了别，大步走出了餐厅。而柳如烟想要追上我，季伯常却扒着她不让她离开。我叫了代驾把我送回家。今天喝了酒，脑袋也有些发昏了。我坐在车后座，看着窗外的夜景，夜景忽地模糊了起来，眼泪不受控的掉下了几滴。说来也好笑，我已经数不清这是第几次柳如烟为了季伯常而抛下我了。久而久之，我也就习惯了。看着街边牵手一起散步的情侣，忽地想起我和柳如烟曾经也这样过。车子渐渐开远，情侣牵手的画面越来越模糊，我和柳如烟的回忆也变得模糊不清了起来。到家以后，柳如烟发来了信息向我报备，我已经把季伯常送到家了。季伯常一直在吐，今天晚上我可能回不去了。我看着屏幕发了神，在我印象中，这好像是柳如烟第一次和我报备。以前我连问柳如烟聚会有几个人，她都会觉得我没事找事，我没必要干什么都和你事无巨细的报备吧。这样的恋爱，你不会觉得累吗？后来我哄了柳如烟好久，她才消了气，并且再三强调让我不要插手她的事情。我淡淡的回复了柳如烟：“好。”柳如烟又再三的朝我解释，真的是因为她一直在吐，加上现在太晚了，我才留宿的。你千万不要多想。我不痛不痒的回复：“好。”接着柳如烟没有再发来消息。夜晚我去了厕所，反复的呕吐。这场聚会喝醉的不止季伯常，还有我。我习惯了喝啤酒，今天只喝了一点白酒，竟然就喝醉了，吐到深夜我才回到床上睡觉。一晚上辗转反侧，导致第二天我有了黑眼圈。柳如烟回家时已经是中午了，我正吃着刚掉的烤鱼外卖。换做以前我点外卖，柳如烟一定会斥责我少吃这些垃圾食品，但今天她却罕见的凑了过来。味道好吃吗？我诧异的看着她，点了点头。她坐在餐桌上看着我的眼睛，你都不知道照顾一个酒鬼有多麻烦。等他酒醒以后，我马不停蹄的就回家了。她的声音透着心虚，我却没有拆穿。辛苦你了，我淡然的开口。柳如烟的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，她没想到我会这么配合，她嘴角的笑容僵硬。明天我闺蜜李诗雅和她男朋友订婚，订婚宴邀请了我，你陪我一起去吧。我闻言抬头，眼底浮现出惊讶。放在以前，柳如烟这种场合不可能会带上我，因为柳如烟的闺蜜都不喜欢我，所以柳如烟每次都会带上季伯常。换做以前，我肯定迫不及待的答应，并且找要穿的衣服了，但我还是面无表情的吃着烤鱼。算了吧，我就不去给你闺蜜添堵了。柳如烟听到后，扯了扯嘴角，向我伸出的手僵在半空中。她讪讪把手收回，向我保证道：“你是我男朋友，他不会不待见你的。”我抬头看向了她，她说这话时神情竟然是认真的。记得以前李诗雅贬低我，说我处处不如季伯常时，我向柳如烟投来求救的目光，柳如烟都视而不见。我事后找她理论，她却说她说的也没错啊，作为我男朋友，连我闺蜜都搞不定，也太没用了吧。但她哪里会不清楚，她闺蜜对我的态度取决于她对我的态度。我收着吃完的外卖，开口说道：“我明天没空，要不你找别人。”柳如烟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她没想过我会这么干脆地拒绝她，还会让她带别人。以前我可是求之不得的，但我没有骗她，我明天的确没空，出国的手续还有很多没有办好。她眼底的期望落空，嘴角彻底没了笑容。她紧张地开口问我：“你明天要去干嘛？要不我陪你去吧。”我淡然开口解释道：“我明天要去办出国的手续，实在走不开。你闺蜜订婚，于情于理你都该在场的，我自己一个人也没事的。”她听到后，看向我试探地问道：“你不去，那我带季伯常了。”换做从前，听到季伯常这个名字，我都会激动跳脚，但现在我只是笑着开口：“可以啊。”她试图从我脸上找出一点吃醋的痕迹，但却怎么也找不到。她忍不住开口问道：“贺强，你为什么一点也不吃醋？”我看着她，觉得她很奇怪。以前她不是最讨厌我吃醋了吗？但我还是说道：“我有什么好吃醋的？她和你是好朋友，还和你闺蜜关系好，你带她不是应该的吗？”她几次张嘴想说什么，却没说出口。最后她说了一句：“那明天早上我先送你去办手续吧。”我想了想，还是没有拒绝。正好脑袋发晕，不想开车，有个人送也没什么不好。柳如烟看到我同意后，伸手想牵我的手，被我躲开了。她脸上带着疑惑和不满。我开口解释道：“昨天我也没有睡好，我要去补觉了，你也去休息下吧。”说完，我不顾她的惊讶，开门走进了卧室。第二天一早，柳如烟早早的起来准备好了早餐。我和她吃完以后，她拿起车钥匙准备送我。我坐上了柳如烟的副驾驶，不由得感到陌生。我已经好久没有坐过柳如烟的车了。以前下雨天我没有带伞，想让柳如烟来接我。柳如烟皱着眉不理解的说道：“你一个大男人，皮糙肉厚的，淋点雨怎么了？”后来我从季伯常的朋友圈看到，柳如烟那天去接了季伯常。从那天起，我自己买了车，就更没有机会坐他的车了。柳如烟坐在车上，怕我无聊，放着我喜欢的音乐，又找话题和我聊天，我也只是笑着附和。车还没开多久，季伯常的电话打了过来。柳如烟表情慌乱，一直不断看我的眼色。我看到后淡淡说道：“接吧。”季伯常的声音萦绕着车内：“如烟，我收拾好了，你来接我吧。”柳如烟忙不迭地说道：“你自己打个车吧。”我听到后闪过惊讶，柳如烟竟然也会开口拒绝季伯常，还真是活久见。季伯常也没有想到柳如烟会拒绝他，但他还不死心：“如烟，你是知道的，我这边地方偏，打不到车。再说以前不都是你来接我吗？”季伯常又继续说着：“你不来接我的话，我就只有走着过去了。”柳如烟的脸上闪过犹豫，这要是换做以前，我已经被柳如烟请下车了。每次季伯常找他，他都会朝我说：“我们这儿是市中心，好打车，季伯常那边偏，我得去接他，你自己打车去吧。”我看出了他的犹豫，懂事的开口说道：“你去接他吧，随便找个路口把我放下来就行。”柳如烟着急的说道：“那你怎么办？”“算了，我还是把你送
过去吧。我释然的笑着开口，我打车就行了。行了，就在这个路边停车吧。我指了指前面的路边。柳如烟愣了愣，却还是停了车。下车后，她朝我说道：“我今天会早点回家的。”我点点头，她又担忧的看着我：“你这里好打车吗？”实在不行，我不去接她了。我抬起头，催促着她：“没事，你快走吧，等会儿迟到了多不礼貌啊。”柳如烟的车开走了，留下了一串尾气。我去办了手续。我看着手机上的日期，掐着手指算了算，还有10天我就要出国了。回到家，我刷着短视频，短视频里李诗雅和男朋友深情拥吻，周围的人起哄着柳如烟和纪伯常。李诗雅笑着对柳如烟说：“如烟啊，你也要抓紧了，好男人就在你身边，你要好好珍惜啊。”她说着，眼神看向了纪伯常。纪伯常不好意思的点着头，而视频里的柳如烟倒显得心神不宁了起来。这时手却机里收到了柳如烟的短信：“贺强，你看到那条视频了吗？那都是他们瞎起哄，开玩笑的，你别生气。”我回复道：“看到了，一个玩笑而已，我不会生气的。”接着柳如烟没有再回复消息，也没有早点回家，我没有等她，只是吃过晚饭就上床睡觉了。等到快中午的时候，柳如烟回来了，我也没有问她，只是坐在沙发上说：“饭在桌子上。”柳如烟在玄关处换着鞋，朝我解释道：“昨天他们都玩得太开心了，拦着我不让我走，我就在酒店睡了。”以前柳如烟经常夜不归宿，但她从来没有和我解释过。我淡淡的嗯了一声，便继续的看着电视。柳如烟换好鞋，坐在沙发上，捏着眉心问：“你的计划是多久出国？”我开口说道：“下周6，机票都买好了。”说完后，空气都凝结了。柳如烟打破了沉默，她看着我激动地说：“贺强，我觉得我们该好好聊聊，我真的受不了这样的相处模式了。”我看着她疑惑地问道：“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好吗？”柳如烟以前一直都让我懂事一点，怎么懂事了她反而还不满意了？柳如烟皱着眉头说道：“是不是因为纪伯常你才这样？”我一言不发，她紧咬着唇继续说道：“如果你介意我和纪伯常之间的关系，那我可以为了你断掉，但你不要像现在这样不痛不痒了，可以吗？”她的眼神带着祈求和期盼，仿佛下了多大的决定。我缓缓地开口：“你想多了，我真的已经不介意了，你交什么朋友是你的自由，我没有资格插手。”但我没有想到，原来柳如烟她这么轻易就能提出和他断掉。以前我不管怎么吵，哪怕我提出要分手，她都从来没有想过要和纪伯常断了联系。她愣了愣，定定地看着我：“我已经做出很大的让步了，你要是不信，我现在就打电话给纪伯常。”说着，柳如烟拿出手机拨打了纪伯常的电话。他站在我面前，按了免提。电话里纪伯常的声音传来，他的声音带着欣喜：“如烟，什么事？想我了吗？”纪伯常脱口而出的话，让柳如烟的表情浮现出尴尬和慌乱。他连忙制止：“行了，纪伯常，你别开玩笑了。”纪伯常没想到柳如烟会这样说，估计他们私底下的相处模式就是像这样。他愣了愣，柳如烟继续说道：“纪伯常，以后我们还是少联系吧，毕竟我是有男朋友的人。”纪伯常像是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话，他觉得自己听错了。“如烟，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”柳如烟吸了口气说道：“我说我们少联系，听懂了吗？”柳如烟的声音拔高，纪伯常却闪过了然：“我懂了，是不是你那个控制狂男朋友吃醋了？你管他干嘛？小气得很，可能他没什么朋友吧，所以羡慕我们。”纪伯常每说一句，柳如烟的脸就越黑一分。我已经想不到他们私底下说了多少我的坏话。柳如烟用尖锐的语气说道：“够了，请你摆正你的位置。贺强是我男朋友，还轮不到你指手画脚，以后你别再来联系我，好聚好散吧。”说完，柳如烟不顾纪伯常的呼喊，挂断了电话。电话一直在响铃，柳如烟都没有接，只是看向我卑微的说道：“你看，我已经和他断掉了，以后我们好好过我们自己的日子，我在家好好的等着你回来，绝对乖乖的。”他说着拿3只手发誓，以示决心。我愣住了，本来想着等出国那天再提分手的事情，但现在看来可能得提前了。我张了张嘴说道：“但我可能不需要你等了。”我话还没说完，柳如烟拿手闭住了我的嘴巴。我看向了她，她的眼睛发红，眼眶蓄满了泪水，地板上传来滴滴答答的声音。柳如烟的泪水喷涌而下的溢了出来。换做以前，我一定心疼的给她擦着眼泪，但我这次什么也没做，只是静静的看着。原来柳如烟这样的人也会为了我掉眼泪吗？她哽咽的望着我的眼睛：“贺强，我陪你一起出国吧。”我知道她说出这句话下定了很大的决心。她的亲人朋友全部都在国内，她的事业也在这里开展得很好。可是如果和我出了国，她将统统割舍。我把脸偏了过去，本以为我不会再有任何波动，可真到了这个场景，我的心脏为什么还会这么疼？我艰难的开口拒绝：“对不起，柳如烟，我不能带上你。”柳如烟向前抱住了我，她的泪水打湿了我的衬衣。“贺强，为了你，我愿意放弃我国内的一切，我想要你，你带我走好不好？”我是一个很心软的人，但这次我推开了柳如烟。“柳如烟，我们分手吧，我们本就是2个世界的人，现在我累了，我想回归自己的世界了。”柳如烟的眼泪止不住的流，声音嘶哑：“不，我不同意，只要我不同意，我们就不算分手。”我自嘲的笑出声：“你应该很开心才对啊，在这段感情里，你不想和我分享你的生活，不想被我管着，正好今天以后就没人管你了。”柳如烟抓着我的肩膀，祈求的说道：“我说好的，今年过年我要陪你一起过。”我扶开了她的手，自嘲的笑着：“可惜我们没有下一年了。”柳如烟哭到失声，一直缠着我说不同意分手，要和我一起出国。我拗不过她，最后答应了。她抱着我，充满了失而复得的喜悦。我苦涩的享受着这最后一个拥抱。在某一天早晨，我轻轻的收拾好了行李，最后开门看了一眼柳如烟，她还在熟睡。我轻声的说了再见，再感慨的看了眼这个家，不出意外，应该是最后一眼了。这次出国，我打算在那边定居了。我一个人打车去了机场，坐在椅子上等着登机，手机里不断的弹来消息：“是柳如烟，你人呢？你去哪了？为什么不回我？”最后一条是：“我来机场了，你在哪？我要见你。”我看着消息，眼睛不由得泛起雾水。我没有回复，把手机收好。我没有勇气再见柳如烟最后一面了，毕竟她是我曾经深爱过的人。消息声音不断的响起，我都视而不见。我叹了口气，去了登机口，一道声音喊住了我：“贺强，你还没有带上我。”柳如烟的声音歇斯底里，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。我的背脊僵了僵，但我没有回头。我抬腿走进了登机口，我拿出手机看了眼消息，柳如烟说：“贺强，你骗了我。”我苦笑一声，最后回复道：“你骗了我这么多次，这次也该轮到我了。”曾经柳如烟无
无数次的骗我说只是普通朋友聚会，没有季伯常，但无一不是被我发现。只记得被骗的时候，我的心很疼。不知道这次柳如烟也会是和我一样的感受吗？我落地了国外，公司的人来接了我，我被安排进了一间公寓。公寓不大，但什么都齐全。柳如烟发的消息我没有回复，我把她拉黑了。毕竟以后的生活都没有她的参与，留着也没什么必要了。过了1年，我逐渐适应了国外的生活，也交了很多外国的朋友。我年少的梦想实现了，但我长大以后的梦想没有。我一直梦想着能和柳如烟结婚，和她组建一个家庭，但这个梦想注定只能覆灭。在工作的时候，一个陌生号码打了进来，来自国内，我知道是他，但我还是按了接听。电话里的他哭到缺氧，他颤抖着声音质问我，不是1年对不对？为什么要骗我？我顿了顿，释然地说道，我不会回来了。电话挂断，也彻底斩断了我和柳如烟的联系。我看着外面耸立的大厦，从此我和柳如烟成了2条平行线，永远不会相交。